猫控鼠标实在太难用了。它除了不好用之外，简直完美。我这辈子就没有摸过这么难受的鼠标。The Magic Mouse is one of the most frustrating Apple products. 苹果鼠标你怎么用都不会顺手，它实在不能算是一个好用的工作鼠。那苹果的鼠标就是好难用。Hold on，一个小小的苹果鼠标，何罪之有，引起四方势力口诛笔伐？这到底是产品的扭曲，还是设计的沦丧？欢迎收看本期《走进苹果鼠标》节目。你不是欺负老实人吗？在搜索栏随便搜一下苹果鼠标或者 Magic Mouse， 可以看到铺天盖地的恶意，以及各种权威机构、意见领袖给出的差评。而我作为一个4年苹果鼠标老用户，今天我要为它鸣鼓申冤。要是把苹果鼠标所有的罪名罗列出来，首当其冲的应该就是手感，而他们攻击最多的就是人体工学。Magic Mouse 它没有任何贴合手掌的人体工学设计，所以握起来手感稀烂。首先，人体工学垃圾的一批，没有人体，只有工学设计。相比其他品牌的人体工学鼠标来说，苹果的这个妙控鼠标的手感可以说是没有手感。The shape is very uncomfortable and unergonomic。精致，所以他们都设计的有时候可能会不符合人体工学。到底这个词有什么魔力，可以让众人站在制高点上去批判它？我不答应。现在任何一套鼠标键盘都在标榜自己符合人体工学，这个还有这些都是人体工学，但是有多少人在用呢？为什么所有的销售页面都写着人体工学？到底高拢的支撑是人体工学，还是扁平的握持更符合人体工学呢？如果以逻辑为代表的是人体工学，为什么类似于苹果鹅卵石造型的小米、华为也在标榜自己是人体工学？在当下这个大环境下，人体工学这个词被用烂了，这也是我和朋友讨论起来分歧最大的地方。甚至他们给我演示的时候，手指头都是抖的。他们说辞是苹果鼠标没有手心的支撑，不符合人体工学。但是长久的使用告诉我，在使用苹果鼠标时，手心就应该放松，处于一种最舒展的状态，不是紧握，也不是绷直，而是放松，轻轻地搭在鼠标上。当你使用3-4天下来，再用回普通鼠标，你就会发现，哇，它好高啊，高的让我不自觉的需要适应它，被迫的将手腕抬起来。使用越久，我的手腕会越痛。普通鼠标还好，像罗技 Master 3S 这种高拱的鼠标尤为严重。倘若我们的桌子和椅子的高度不和谐，我们的胳膊就不是平铺在桌面，而是被迫抬起来时，最严重的状态出现了，我们的手腕处于一种钝角的状态，长此以往下来就会手腕酸痛。看到了吗？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加一个腕托，用于支撑手腕。如果它真的符合人体工学，还要通过腕托这种外设去支撑或缓解你的手腕压力，那这真的是莫大的讽刺。有些聪明人为了使它变成一个普通鼠标，3D 打印了一个底座，真的很像现代版的画蛇添足。你要是不喜欢它，你完全可以毁掉它。你还真砸掉它？那就当我没说啊。我认为使用一款鼠标是否舒适是根本。如果你用着不趁手，再漂亮的外观，再好用的功能，都不能剥夺它作为舒适属性的第一要义。我之前也深度使用过10几款鼠标，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使用罗技 G402换到 G502的时候，那种配重块带来的沉甸的手感，颇有一种重剑无锋、大巧不工的感觉。但没过多久，我的手腕就酸痛无比，这也是支撑我做这期节目最大的勇气。就是在使用苹果鼠标之后，我的手腕就没有再酸痛过。解决完握在手里不舒适这个首要问题，我会尽量客观地告诉大家苹果鼠标在功能上的优与弊。首先是苹果最引以为傲的触控体验。 Literally, the best and only good feature about the Magic Mouse is that it has really smooth scrolling and gestures. 如 MKBHD 所说，苹果最好用的就是这个占据3/4的触控面板。MacBook 的触控板是世界上最好用的触控板，应该没有人反驳吧？苹果鼠标就像一个变小变胖的触控板，不过是阉割的。我喜欢它的有几个方面：一、单指放大，可以快速的预览有效信息；二、单指切换页面，看照片或者左右滑动切换上一页下一页；
3. 双指左右横扫切换桌面，在写稿或者多任务窗口时会非常方便。4. 双指轻按呼出调度中心，在 App 之间切换。5. 在视频剪辑的横向轨道上，可以在触控板上无极调节，这也是切换回普通鼠标我最无法忘怀的一个体验。例如，如果是慢慢滑，就会像有刻度一样，1就是1，2就是2；如果是快速的滑，就像上了发条一样，会左右飞速滑动，而且这个速度是有曲线变化的，前面快，后面慢。这一点我在其他鼠标上是体验不到的。对比罗技 Master 3S， 上下滚轮是无极调节的，像个小转盘一样，但是左右调节并不支持，只能够完成左右定向调节。你看，左就是左，右就是右，即使我快速的拨动它也达不到像苹果鼠标的那种效果。如果它的左右转轮也变成无极调节，用户体验也会更好。不知道下一代 Master 4能不能做到？有网友有疑问说右键难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右键怎么办呢？用中指触发右键，但是成功率非常感人。其实大李子说的这个问题很好解释，因为苹果鼠标是单键设计，所以右键它不是中键，只要你把手指头往右边挪一丢丢，就可以100%触发。你看，就像这样，是不是很完美？如果你拿到手发现没有右键，可以在设置里把辅助点按给改一下。还有一位朋友特别想表达，我一查才知道这玩意的 DPI 才1300，我的。我 Master 3是你的6.1538是615倍啊！当然了，有8000呐！就你这台妙控鼠标哦 ，OK， 苹果 Apple 妙。坏消息是，由于物理限制，1300的 DPI 确实无法和高达4000、8000甚至1万多 DPI 的游戏鼠标相媲美，属于是小巫见大巫，矮了一大截。好消息是，通过网友橘子蝙蝠的方法，利用代码提高刷新率，可以理解为解除软件限制，实现超频。具体方法为，在终端里输入这一串代码，可以查询自己当前的刷新率速度，再重新输入另一串代码，并在后缀输入更高值，建议数字为6到10，便可以获得崭新的体验。我愿称之为指哪打哪。还有个朋友想问，喂，我实在听不下去了，有什么好叫的？你有没有把我罗技 Master 3S 放在眼里？你到底懂不懂鼠标？我看你们果粉是跪久了，现在连苹果宣传片里都用的是我罗技鼠标啊！罗技是好，但是我苹果也不差呀，我有这么多手势操作，你有吗？吹来吹去还是只有一个手势操作。倘若我拿出自定义按键，阁下该如何应对呢？你不讲武德，不就是自定义按键吗？谁还没有啊？下载第三方 app 就可以获得第三方手势，例如触控板上的回到桌面功能就可以设置成3指点按，还有各种五花八门的快捷操作。有了这种快捷指令，分分钟提高生产力呀！可惜，你苹果鼠标这么厉害，有几个人在用呢？至于你那自定义按键，谁又在乎呢？至于充电问题，确实挺傻的，它就像乌龟一样翻个4脚朝天。为此，我还受到其他果粉的嘲笑。关于充电姿势这一点，确实没得洗。Magic Mouse 也是目前在售产品中极少数保留了乔布斯精神内核和乔纳森设计美学的产品。在这里，我不想给大家上价值，说因为尊重乔布斯而要忍受一个鼠标，牺牲实用性换来美观性，这和日常使用是背道而驰的。续航方面和罗技 Master 3S 差不多，充一次电大约能用2-3个月时间。如果你实在嫌弃它的充电姿势，我给出一个方案，放在桌子边缘充，就不会显得那么傻了。除非你家有毛孩子，那还是老老实实躺平吧。最后绕不开的是价格，官网在售白色549，黑色699，原价确实贵，都可以买一个很不错的游戏鼠标了。但是价格好商量，目前各大渠道110补贴大约300多，如果你能接受二手，200块就能搞定。需要注意的是，网上那些所谓的3代苹果鼠标，其实就是2代，增加了各种配色，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或者说根本就没有3代，加了一根 C2 Lightning 线就说支持快充，假的，还是5伏1安。如果你喜欢5颜6色，用以桌面搭配，建议您200块钱淘一个24寸 iMac 随机附赠的配套鼠标。不过这个所谓的3代是有假货的，因此建议大家擦亮眼睛，一定要看清楚再下单。如果说苹果鼠标的门槛还是太高了，那些购买 MacBook Air 或 MacBook Pro 的同学，可以考虑类似于苹果设计的小米、华为等鼠标，价格便宜，使用体验也差不多，而且
扁平的设计放在书包里也不会突兀。总结一下，苹果鼠标注定是受争议的产品，或者说不是争议，是一边倒，是无数人唾弃的垃圾。批判苹果鼠标仿佛成了政治正确，特别是众多头部博主纷纷站台，这也让我产生了怀疑，是不是我的问题？仿佛我是和主流评价不同、背道而驰的那个人，而我现在要为他说好话，就是站在了大众的对立面。因此，我的观点可能会得到很多人的驳斥。这期节目在我心中积压了很久，在我购买苹果鼠标时，就像小马过河一样，听松鼠说苹果鼠标的水太深，你把持不住，不要往里跳。不远处，老黄牛小声呢喃：“苹果鼠标满满的都是干货，尽是生产力和性价比的体现，赶紧冲！”我跑到了 Apple Store 浅尝辄止，但是那种短期体验根本无法深入了解它，于是我下单买了一个。虽然是闲鱼二手，但是功能体验都是一流。长时间使用过程中，手腕也不酸了，剪辑也流畅了，这也是让我对它有改观的地方。因此，面对铺天盖地的网络差评，斟酌许久，我还是要站出来发声，为自己，为喜欢苹果鼠标的极少数人，为那些还在犹豫要不要购买苹果鼠标的同学，给他们一个正向的建议，不要每次都被差评牵着鼻子走。有些评论者可能他们就是那只小松鼠，自己都没有用过苹果鼠标，只是道听途说，于是在网上跟风说苹果鼠标使用体验差，充电方式弱智等等等等。然而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鼠标好不好用只有手知道。如果你对苹果鼠标感兴趣，不妨大胆的尝试几天，不好用咱就换回来原来的鼠标嘛。现在苹果官网还支持14天无理由退换货，我们的试错成本几乎为0啊。OK， 本期所有观点仅代表我个人的主观感受，上手体验因人而异，使用感受可能失之偏颇，不适用于所有人。如果我有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批评指正，理性讨论。最后，鼠标终究是一个工具，它不需要全盘统一，你也有改变它的权利。因此，一把称心如意的兵器是辅助创作者天马行空最好的兄弟。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欢迎点赞、评论、转发，你的支持是对我做节目最大的鼓励。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